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。在这个影片里面，要来和大家聊聊你宝贝在2008年创立美甲工作室的时候的辛苦经验。我们会把当初设立工作室的点点滴滴分成好几个项目，来和大家一一讲解。我是亚瑟，我和我的老婆 Peggy 2008年的时候创立的你宝贝指甲，专精于指甲矫正、问题指甲以及精油产品的研发。在主题开始之前，要提醒大家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并且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想要美甲创业的朋友，让他们避开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。2008年个人工作室简介。会创立工作室的时空背景要和大家解释一下。我在大陆的投资完全失败，所以破产，只好带着我的爱犬 Yuka 回台湾。因为当时破产的我非常的颓废，所以 Peggy 只好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，手边的资金大约只剩下10万块台币左右。幸运的事情是在几年前 Peggy 已经在温哥华花了1年多的时间，已经学完了完整的指甲课程，并且取得了相关的证照以及相关的实习经验。因为当时 Peggy 有去美甲店实习，所以她有整套最基本的做美甲的生产工具跟原料。那提到这里呢，大家就应该已经发现到，你宝贝的所有的历程，其实都和我的爱犬 Yuka 脱不了关系。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，都是为了它而存在，为了它而改变。所以各个影片、各个照片里面看到 Yuka 的身影，请不要见怪。工作室的地点，当时的工作室我们是选在台北东区微风百货旁边的大楼，离捷运大约10分钟左右的路程，在复兴南路跟市民大道交叉口，人车来往非常熙熙攘攘的地方。给各位看一下当时的照片，那就是我可爱的背影。左边这张图就是从大门看进去工作室的样子，其实真的没有很大。右图呢就是这个工作室的平面图，一张美甲桌，然后2个扶手椅，然后还有一些简单的书柜，还有一个休息区，就把我们这个美甲工作室开起来了。基本上家具的部分还花不到1万块。那它的位置呢，在于商业大楼的11楼，它的那个坪数大概只有6坪而已，所以非常非常的小。经营目标，对于一个初创的美甲工作室来说，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撑住不要倒啊！为了撑住不要倒，我们有3大重点。第一个事情是低价来冲量，把营业额做起来。2008年的那个时候，其实美甲市场就已经在打低价战了。为了让我们活下去，我们只好比别人再更低价一点点的，靠价来冲量。另外呢，我们开始发展我们的指甲矫正事业，去做市场的区隔，因为都跟大家做一样的事情的话，钱就不好赚了。第3件事情是呢，我们征集模特，累积作品。初创的美甲师很依赖作品的累积，不管是做指甲矫正也好，或者是做艺术指甲也好，都要累积破百的案例、照片或例子给大家看，别人才会相信你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收益。我们经营了3季的时间，我们最高的那个月的营业额大约4万多块。各位觉得很多吗？其实那时候赔钱赔得乱七八糟，还要靠我去海外当台干补贴 Peggy 的营收。为什么收益4万多还不够呢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成本结构。一个美甲工作室基本的成本结构大概分成这几个：房租、水电、网络广告跟原物料，相关的费用我们打在旁边了。这些成本加起来其实就已经4万多块了。不算器材折旧摊提，也不算 Peggy 跟我的工作薪资之下，每个月的成本已经远远超过4万。如何降低不重要的成本，就是我们控制成本的重点。所以各位看到后面这张图，能 DIY 就 DIY， 自己贴就自己贴。基本上这个工作室是用我的双手自己拼起来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我们宣传的方法。因为是一间新的工作室，基本上我们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宣传自己。现在来看，比较有效的宣传方式。第一个，官方网站，我们你宝贝的官方网站。第2个是部落格的文章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部落格可是很强势的。第3个事情是关键字的优化，也让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好处。第4个事情是部落客行销，因为 Peggy 以前是部落客，我们也找了不少 Peggy 当时的朋友来帮我们写文章，甚至我们也找了网络公关公司，找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部落客来做配合，来做互惠，来做个互相的一个推广跟曝光。基本上我觉得最有效的还是前面4个咯，写在越前面的，我们觉得效率越好。尤其是官方网站的效力，直到现在都还存在。有一些宣传呢，其实是没有什么用，可是当时也不得不做。例如说，在骑楼走道我们挂招牌，骑楼发传单，
甚至我们还有拜托我们的客人，请他们介绍他们的朋友来。我们还有去网络社团聊天，好参与一些相关的议题呢，提到我们，或者是一些不相关的议题，下面签名档下面签你宝贝，甚至呢，大家还有做社群网站的广告。那时候的社群网站广告效益并不大，所以这几项被我们列在有做，可是效益其实并不大的宣传上面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人事策略。策什么略？赔钱呢？别想请人了。那时候就是 Peggy 在做客人，不做客人的时候呢，在网络上约免费的 model 过来做范例。有空的时候呢，就写文章，然后去网络上面到处留言，到处聊天。那我呢，在海外当台干。另外，我有空的时候呢，也是在网络上面到处留言，到处 promote 自己，有意无意的去曝光你宝贝的存在。创业辛苦啊！又到了结语的时候了。工作室其实在创立的时候就已经盘算过，基本上它是赔钱的。可是呢 ，Peggy 还是坚持，他认为走走看，不走怎么知道？其实我现在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气，因为时至今日，我算一算会赔钱的，我就不投了。那么经过了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创立之后呢，我就学到了几个重要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。第一个事情是成本收益要预先计算，你大约会花多少成本可能会有多少收益，其实你要先算好。像我这边特别把成本写在前面，收益写在后面，那是因为固定成本是很好算，变动成本也不难，收益基本上做个大概值也可以知道你做到最满最好可以到什么时候。成本收益是要先计算好，让你知道你这个例子到底能不能够赚钱。即使是要赔钱，你要知道他赔多久，他要赔多少。再来是创业维艰一人要分饰多角像我们创业的时候，又要做指甲，又要在网络上聊天，又要开创指甲矫正这个新的这条路，架网站、写文章，到处宣传自己，然后还要跟其他部落客做互惠，然后还要跟我们的客户保持非常好的关系，可能拜托他们去帮我们介绍更多的客户。如果说你要创业，就要知道一人分饰多角的能力是一定要有。那在2020年的现在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外包出去的，但是外包出去的东西它又要算成本的，所以回到刚才第一项成本收益的考量。最后一项是分身乏术，工时超长。如果说你今天资源少，然后钱也不多，只好靠无敌长的工时，超级多努力去填补这个洞。我们从2008年创业至今，我和 Peggy 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应该都超过12个小时。有些人会说我讨厌朝9晚5的生活，我要创业基本上创业之后，你的工时只会更长，因为像美甲师他除了做指甲的时间之外，他还要去宣传自己，他要去回答客户的问题。所以工时长是一定的，所以在投入的时候，请先想一想。对于我们你宝贝在2008年工作室创立的说明就到这边。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以及呢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想要美甲创业的朋友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过去犯的错，请他们不要再犯了。我是阿胜，感谢各位陪我看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